伊朗提出构想，建立中俄伊三国联盟，我们应该加入吗？伊朗长时间遭受美国制裁，与同为地区大国的俄罗斯与中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。伊朗提出建立中俄伊联盟，反对美国制裁，中国应该加入吗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，在观看的过程中，不要忘了点赞关注。伊朗现状。伊朗位于亚洲的西南部，周边邻国众多，有土库曼斯坦、阿富汗、阿塞拜疆、巴基斯坦、亚美尼亚、伊拉克、土耳其。伊朗南部是波斯湾和阿曼湾，扼守阿拉伯海进出波斯湾的门户霍尔木兹海峡，北部隔着里海与哈萨克斯坦还有俄罗斯相望。如此险要的地理位置，使得伊朗有了欧亚路桥的称呼。伊朗国土面积约 164.5 万平方公里，人口8502万。伊朗资源丰富，尤其是油气资源。根据已探明储量，伊朗石油约214亿吨，天然气 3.35 万亿立方米。因伊核问题带来的制裁，伊朗石油产量大幅下降。伊朗被称为世界矿产博物馆，除石油外，已探明的矿产68种，总储量为381吨。依托丰富的油气资源，石油产业是伊朗的主要经济收入，并为伊朗提供了50%以上的外汇收入。伊朗是西亚地区的工业强国，汽车产业发展迅速，为伊朗提供了超过300万个直接和间接岗位，成为伊朗国内第2大支柱产业。伊朗的主要产业还有钢铁、电力、纺织、机械加工等，产品的主要出口地为中国、伊拉克、阿联酋、土耳其、阿富汗。2022年，伊朗国内 GDP 约 1.08 万亿美元。2018年以后，美国政府以伊朗支持恐怖分子，要维护国际和地区秩序为由，对伊朗实施了持续的制裁，其目的是使伊朗屈服其要求。近些年，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冻结资产、限制交通、停止贸易合作、将其剔除出国际结算系统等，尤其是对伊朗石油领域的制裁，导致该国经济遭受重创，国内出现货币贬值、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上升等问题。更加具体的表现为药品、工业原料、零部件等基本物资的缺失。2022年，伊朗国内通胀水平达到 48.6%， 该国已经连续4年通胀超过 40%。但是这些制裁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，反而让伊朗活跃在中东抗美第一线。伊朗提出建立中俄伊三国联盟。中俄伊三国联盟的准确说法应该是伊朗提倡建立的，由受西方制裁的国家组成的联盟。2023年12月5号，伊朗与俄罗斯在莫斯科签署了一份反对西方单边制裁的文件，以应对单边强制制裁措施带来的负面影响。当天，伊朗也表示要建立一个由受到美西方国家制裁组成的联盟。俄罗斯官员表示，这些国家都因为美西方单方面制裁而遭受经济等方面的损失，应该得到相应赔偿。伊朗与俄罗斯签订的文件是反抗美西方霸权的重要一步，俄罗斯可以与全球大多数国家签署类似协议。伊朗和俄罗斯有着相似的被制裁经历，在俄乌冲突没有发生前，伊朗受到了3616次制裁，居世界首位。冲突发生后，俄罗斯受到的制裁数量迅速成为世界第一，已经超过1万次。仅冲突开始后的40天，俄罗斯就受到了5314项制裁，大约是过去40年对伊朗制裁的 1.5 倍。俄伊两国遭受的制裁基本集中在金融、科技、能源方面，两国都被限制使用美元交易，被剔除 SWIFT 的交易系统，外汇遭到冻结，导致其跨境支付和贸易融资活动受到限制。在科技方面，俄罗斯与伊朗都不是科技大国，俄罗斯更多依靠苏联时期的底蕴。在美西方的技术出口限令下，俄伊无法从美国和欧洲等地学习先进技术。同时，俄伊都是能源出口大国，但是在美国对两国石油的制裁下，都失去了大部分欧洲市场。中国是否应该加入该联盟？从两国的被制裁遭遇来看，简直是同病相怜。这次俄伊签订的协议与我国一贯的反单边制裁理念是相符的，但是我国是否应该加入还是有待商榷的。如果这个联盟是包容开放，对加入的国家一视同仁，仅仅是反对单边制裁，那么中国加入并不是没有可能。但是如果该组织逐渐发展成传统的经济或军事联盟，具有非常强的指向性和约束性，那么中国没有加入的必要。更重要的是，单就结盟而言，它首先不符合中国的立场和国家利益。中国奉行不结盟、不对抗的外交政策，
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，不结盟，按照适合本国的方式发展才是最有利的。此外，结盟本身并不是免费的午餐。我们以北约为例，它以军事为目标，将多个国家团结在美国周围，成员国获得了集体自卫权，能防止他国侵略。但是，北约将成员国与美国绑定，增强了美国的霸权。在美国的裹挟下，成员国分担美国的风险，却并不全都以美国受益。对发展中国家而言，多元化的发展机会比被协约束手束脚更重要。而且，伊朗和俄罗斯被美西方制裁的广度和深度几乎已经达到极限，即便两国结成同盟，也不会有更差的结果了。从这方面讲，俄伊不太忌讳跟美国掀桌子，而中国虽然遭受制裁，但显然没有达到俄伊的程度，还没有必要彻底跟美西方撕破脸。美国一直坚持阵营对抗，那么中国更应该反其道而行之。如果加入中俄伊联盟，在一定程度上也陷入了阵营对抗的陷阱中。但是，不管中国是否加入，俄伊提出联合发展中国家反单边制裁这件事本身，也是对美国霸权的挑战。